汉卿啊，你这摆的什么正事啊？一切为了夫人的安全着想，夫人不必多虑。我既然来了，就不想其他的了。不过，你说，你不会让你手下搜查我的行李吧？我带了好多私人用品，别人碰不得。哦，夫人，这位是杨虎城将军，夫人好。杨将军好。请。前次来西安还不是这个样子。是啊，西安本我中华民族诞生之摇篮，可现在它成了埋人的坟墓了。此话怎讲？我刚刚得到消息，在潼关，我的部队已经和何部长派来的讨伐大军交上火了。从洛阳起飞的轰炸机，把渭南富平3原炸得个稀巴烂。看在夫人的面子上，我汉卿忍着忍着，一直忍着。你不忍又怎样？不忍我，老毛病又犯了。记住，为将者，每临大事有静气。走吧。不瞒你说，直到我登基前，还有人劝我，说此次西安之行凶多吉少，说不定我和委员长入面之前就已经成了你汉卿的阶下囚。可你还是来了。尽管说什么的都有，可我了解你，你汉卿绝不是什么卑鄙阴险之徒。谢夫人，我等级是委员长，方法或许不当。诚如通电全国所言，我汉卿闹出这么大的动静，绝无私利可图。一不要官，二不要地盘，三不要饷粮，只求委员长号召全国全军枪口一致对外，痛宰东洋鬼子，以免去亡国灭种之危险。夫人，你说我这种要求过分吗？不仅不过分，而且我赞同。否则的话，就你这个兵变，我看无异于旧式军阀。不过，不要绕弯子说下去。你是了解委员长脾气的，以武力去胁迫他做任何事，皆无成功之可能。因为如此，中国的很多事，凭匹夫之勇，只求快意一时，不仅不能成事，还会引起灾祸。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也就不加掩饰了。倘若夫人在此，绝不会发生此种不幸。夫人看一眼就放心了，委员长安然无恙。汉卿拜许夫人，婉劝委员长暂息怒气，并转告我等别无他意。简单的说，就8个字：停止内战，共御外辱。你的公馆在哪里？就在前面。我很累，你请我去你公馆喝杯茶吧。夫人请。
叛军首领张学良、杨虎城不但扰乱秩序、自坠人格，且身为军人，竟敢超越规范、毁灭纲纪，罪孽之深重，令党国万世之福利毁于一旦。哎，看什么玩意儿看？给我打！陈义奇，你什么装啊？给我听我！长官，刚刚接到报告，南京的飞机大举进攻西安。夫人，我那些部下可不是省油的灯。如果南京方面不停止进攻，我很难保证委员长的安全。这个我可以向委员长进言。我们都是中国人，断不可自相残杀。凡是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不应善用武力。这点，我想委员长会同意的。只是我听说，西安城里藏有共产党。不是藏，是我昨天派飞机从延安公开接来的。你汉卿啊，又是造机，国共两党不共戴天。你把共产党给接到了西安，委员长的性命怎么保得住啊？夫人，恰恰相反，共产党凶劲如气度如虹。他们一再劝说我和杨虎城将军，只要委员长停止内战，高举抗日大旗，就衷心拥戴委员长为抗日的领袖。汉卿，你把我当小孩子了。夫人，如果不信，你可以和共产党的代表当面面谈。那好，我马上就见。夫人稍等。夫人，这位是中共的代表叶将军。你好。没想到在这儿见面了。我倒是想到了。好，请坐。很多人和我一样都有个错觉，委员长这次蒙难于西安，应该归咎于贵党的幕后策划。夫人，你误解了。事变之前没有告诉共党，延安知道后，吃惊程度不在南京之下。我想听听中共代表的解释。其实呢，我不屑于解释。水能结成冰，是因为天冷；弹出枪膛，是因为撞针的压迫。其实事情是显而易见的。假如蒋先生竖旗抗日，那么还会有张杨二位义士的兵变吗？当然，我们之间结怨太深，所以您的怀疑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说了是错觉嘛。不过，我想告诉你们，再这样闹下去，对各方面都没有好处。南京有几十万装备精良的军队，目前讨逆大军已经直逼西安。战火一旦燃起，不仅是国家的灾难，也是东北军、西北军的灾难。包括延安。那么，何尝不是蒋先生的灾难呢？夫人有所不知啊。兵变之前，我们和西北军有所分工，临潼归我，西安归杨。现在我的部队已经被西北军缴了械，即便要出城，也要西北军发放通行证。如果南京方面再行压迫，汉卿我很难掌控局势。至于南京方面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不过呢，也不是全无所闻。你们那个何应钦，聪明的要死，党政纲常，义正言辞，一会儿要讨伐呀，一会儿又要轰炸呀。倘若真的把蒋先生逼死了，那么他就是蒋先生的继承人。就算逼不死，这救蒋的第一功也应该是他的。夫人，请用茶。汉卿向我转达了贵党的立场，我表示感谢和钦佩。不过，我还是想请教一下，贵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公然宣称资产阶级是你们的死对头，而蒋公在你们眼里又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如此不共戴天的冤家对头，贵党如何轻易言和呢？蒋夫人，其实再简单不过了。大敌当前，我们党愿意求同，而不是利益。这个求同的基础呢，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华夏子孙，日本人步步紧逼，民族濒临危亡，我们不想当亡国奴。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别无他求。果真如此。此话可以公告天下。好，既然如此，我愿意尽我所能。不过，要是想能够顺利解决这次兵变，必须马上恢复委员长的自由，其他事情可以从容计较。夫人此言差矣。我等发动此次兵变，岂能等同儿戏？我说过了，我个人的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如果委员长不接受西安方面的政治主张，我们很难遵从夫人的意愿。把话挑明了吧。如果南京方面再行压迫，我等将奉陪到底。要不别等了，咱先吃吧。有粮饿不饿？妈妈不饿，我也不饿。就知道你妈，你咋不知道你爸呢？你也是没心没肺的，你就不知道打个电话问一问呢？我问了呀，飞机刚回来。不说少一架吗？不是长官，是叫沈以勤的。你看，那你怎么不早说呢？
我跟有良他妈已经说了呀。那你没跟有良他奶说呀？你得分出大小王来呀。行，下回我跟你说。干啥玩意儿呢？我们村里有个大仙儿，谁家牲口丢了就找他算，他就扔鞋，鞋点朝哪边他去哪边找，听说挺准的。天灵灵，地灵灵，太上皇快显灵。不是这鞋咋说呀？等着看报纸吧。国君议事，弃暗投明，沈以勤驾西现身燕。别给我扯犊子没用的。啥扯犊子？鞋点朝西，看见没有？你是他的长记啊，他要真投了延安，你也脱不了关系。我发现他偏航的时候，我提醒过他，后来他把无线开关全给关了。你不会拦截啊？也巧了，发动机空中停车。队长，你看，沈以勤回来了。那儿呢？别炸，我能看见。来，让沈以勤一会儿过来见我。是。关了，同学。大队长，找我。哎呀，望天望得我脖子都酸了，我捏捏。咋的？偏多了？读错罗盘了。我说你错的挺邪乎啊！整个180度，搁东南偏到西北去了。这是在你床铺底下找出来的，给我解释解释。这个我就随便翻翻。随便翻翻，那你翻得够仔细的。我看了，里边每一页上都有你的标注。你看，还不说实话？啊？非得让我送你上军事法庭？大队长，我想嫁鸡投延安。你说什么？嫁鸡投延安。他妈一枪崩了！你也不撒泡尿照照？就你这个衰样人，延安能要你吗？我承认，当共产党我还不配。咋的？当国军你就配了？当国军，我还真不是最次的。说说吧，什么时候动的这个念头？放走任逍遥那会儿，这小子一滚下山，从心里说我还挺佩服他和羡慕他的。你在拿这事儿威胁我，是吗？我没这意思。任逍遥这事儿，你做的仗义，我挺佩服你的，是个爷们儿。行啊，别说我了。说说你自己，看我这几天，我心里特他妈那个，哪个？
哎，你说这个西安事变以后，为啥那么多国军兄弟投奔共产党了？你听谁说的？延安的电台。延安电台昨天晚上还说呢，阎锡山手底下一个连的兄弟，一晚上全拉杆子投奔共产党了。小四川佬，你给我听的啊！延安电台还说了，说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推举委员长当抗日领袖。你也听延安电台啊？偶尔也听。你咋想的？委员长不会相信共产党的话。刀架在脖子上，由不得他不听。你信吗？不说我，接着说你。你咋又飞回来了？你们哥几个给我写过担保书的，我不回来，我把你们全连累了。实话？那当然是实话了。你大队长对我这么好，我能跑吗？我给你发过毒誓的，我要不回来，我是个龟儿子，你忘了？行了，停飞你1天，写个检查，认真反省。是。白队长，我如实写呀。你不是说你读错罗盘了吗？是。回来了。妈他们睡了。等你半天你也不回来，就先睡了。哎，叶小姐来了。哦。睡到你卧室去了。给我整口吃的。要不要喝点？我把叶小姐叫起来陪你一起喝。别总拿叶小姐拍我马屁，你跟谁学你？去，给我把今天报纸拿来。啊。你看报纸吃饭啊，我帮你洗脚。用不着，用不着啊！你还帮我吃饭呢，一会儿自己洗。你真得洗一下，你好好洗一次吧。你这，我告诉你，你这脚啊，155一天，有粮都嫌脚臭。哎呀，我天哪！那我这脚再臭，我也是他爹呀。你咋的？你看看人家，每次来都是一身香水味儿，你呢，每次回来都是一身汗臭味儿。哎呀，梅兰芳来上海了。对，专门给孔祥熙演了个专场。委员长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他还有心情看戏。毛巾给我。洗完了啊？你可行了吧？你这不咋的？哎呀呀，你去不了味儿。哎，行，我搓。帮我把收音机打开。事儿还挺多。要不要热水了吗？不用了。再加点。赶紧的。政治上来停。报透出的消息，蒋委员长目前在西安安然无恙。日前表示愿意接受张学良、杨虎城的主张。你给我和共产党共同拯救民族利益。蔡军首领张学良诚
肯你诈尸了，你这是啊？愿意随借多，不分亲情。这一觉摔了，天下太平。哎呀，你快扶起来！来，歇。哎呀，叶小姐，快把她扶屋里去吧。妈妈，怎么洗脚还能摔了呢？高兴的啊！那广播里说委员长决定放弃内战，联共抗日。我这一高兴，脚底下没留神。趴床上，我给你揉揉吧。啊，好。是这样吗？哎，对。哎呀，行吗？可舒服了。听见没有？给他揉腰呢。对不起。没关系。我没跟你说，我跟他说了。对不起。你怎么了？我也在跟他说呢。你说，我这算不算是缺战纠巢啊？你别胡思乱想。哎，差不多了。哎呀，今天晚上你陪我俩睡觉吧。来。我先走了啊，好好睡。你俩咋跟这站着呢？别闹！吵着人家！哎，干啥？去你屋睡觉呗。谁说都不行。那你跟我起一个床，你好意思？谁跟你起了？我打地铺。缺德话人啊！你说你呀？长官，你就上床上睡来呗。你说你这在地上睡，你能不能老实睡觉了？我这也不敢睡呀，你说。我命令你睡觉。哪儿睡得踏实？哎，啊？叶小姐自己来的？不是，大娘命令了，她让我去接她。哎，你别说，叶小姐一来，有良不哭了，也不闹了。哎呀，你下来干啥？睡觉。哥，哎呀，听我说，哥，你说你也是啊，你这是肯定能成的事儿，你还怕叶小姐把你踢出来啊？你懂个屁呀！啊，你知不知道“好饭不怕晚”这句话？那也太晚了，这是。哎呀，眼瞅着就要抄家伙了。跟谁抄家伙？跟谁？你没听广播里说呀？啊，说委员长决定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往下咋说来着？共同拯救民族之危局。嗯，那也没说打小日本啊。
就是那么个意思。人领袖能像你说话呀？啊，那是。哎哥，你说要真打起仗来，我怎么办啊？啥你怎么了？你说我这当一回国军，总不能在这卖呆吧？你说将来有一天打赢了，这我总得有个牛吹吧？你天天打杂，我这也说不出。说咋的？啊，给我当勤务兵觉着丢人了是吗？没，不是，那倒不是。这关键吧，你看我这不得有老婆吗？那有老婆不就得有孩子吗？你说将来孩子要问我，爸爸，抗日的时候你都干嘛了？你说我咋说？啊，给长官端茶洗脚，倒水来着，合适。是这个理儿啊。哎，我愁啊！哎呀，飞机我也不会开。那咋的？修飞机你就会了吗？你是不是埋汰我们？我更不会了。所以说，你呀，踏踏实实的当好这个勤务兵啊，帮我把驾照干好了，让老子搁外边松快的杀鬼子，也算你做贡献了啊！卖报了！最新消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委员长回南京了。张学良将卖报的，买份报纸。先生，停止内战！攻于外敌！收回东北！封我中华！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停止内战！攻于外敌！收回东北！封我中华！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失礼します。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どうぞ楽に。はい。なぜこの場所をお選びになったのでしょうか。君を待たせるな。君に私のふるさとの静岡茶を味わってもらおうと思ってな。さっぱりとまろやかな味だ。三口も飲めば天にも昇る気持ちになる。すいません。私は今お茶を楽しむ気分にはなれません。蒋介石は帰りました。南京へ。見てください。東京の内閣、信濃情勢を注視している。藤野さんはどう思っているか知らんがな。今回、張閣僚が蒋介石を釈放したのは全国の世論に押されてのことですが、実はもっと深い原因があります。一つは共産党が調停したんです。蒋を釈放したら公選同盟を組みやすくなりますから。さらに張閣僚は蒋介石の日記を5冊手に入れ、個人的に調べたんです。日記によれば918事変以降、蒋介石は日本のことをとても恨んでました。倭寇と呼ぶほどにね。ですから張閣僚もすごく感動したんです。私はより事実を信じる。関東軍は血も流さずに5つの章を手に入れた。蒋介石に感謝でせねばならん。ですからアメリカから戦闘機を購入したというだけではないんですよ。蒋介石はドイツ人を顧問としてこっそりと30の精鋭部隊を訓練したんです。どう思いますか。共産党のためそれだけにこれを用意している、そう思うんですか。
俺らがデタラメでないとどうして証明できる？証明はできません。中国人はもともと言行不一致ですから、西安事変以降、満州国を手に入れることは容易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は君に言うが、東京の広田内閣はもう抑えることはできん。陸将海将は帝国国防方針を定め、陸軍は50師団、飛行隊は142中隊、海軍だけでも戦闘機は2000機以上だ。今我々にかけるのはきっかけだ。わかりました。あなたのおっしゃる意味は、私に日本へ帰れと。そうだ。我々は明日、南京政府に関わる方面に伝える。もちろん、理由を婉曲に言わねばならん。南京側は簡単に私を許してくれないでしょうね。あなたの仕事は、私の死体を運ぶこととなるでしょう。確かか？確かです。君の考えすぎではないのか。中国には死を尊ぶ伝統がある。ましてや君は日本が派遣した教官だ。宣戦布告でもしなければ、南京も君が思うにはすまい。你说我这回去咋跟你爹说呀？说都挺好的。啥挺好啊？我是说那叶小姐。那要她的事儿，您想咋说咋说啊？那我想咋说呀？这有良不都已经叫妈了吗？叫妈就能成啊？那下回不成，回来我找你。老大，我跟你说呀，女人呐，女人这事儿她就容易变，一天得变好几遍。你要不把她娶到家里，摁到炕上，她就不是你的人。不咋的，照你的意思，我扯根绳给她绑来。啊？不是，娘不是跟你着急吗？这先前你不是怕人讹上我吗？这现在咋的了？你说待这么长时间，我跟他还有感情了，你说这真是。呀，我幺姐啊，姑娘赶上了啊，这个您带着路上吃吧。你看这孩子拿这么些，你说，哎呀，这闺女疼人，你说她就是比小子强啊。说我家老大呀，就知道塞钱，塞钱有啥用啊？你说有钱买不着东西，钱能吃啊？你什么时候再过来？哎呀，再过来可不容易。你说隔山隔海的，哪容易来呀？不过你们俩要能那个了，那我就是顶着枪子儿我都来。哪个？是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姑娘，那啥，我不逼你，没想好就别说，只要你高兴了，咋的都行。俺们就当是拿个草棍儿捅蛐蛐，自个儿逗个乐啊。妈，差不多啊。你说呀，你呀也得留点心眼儿。俺家老大也不是啥好东西。说第一个蛤蜊儿啊，还没等进门呢，就给整成大肚子。行了，妈，行了，来，上车，好，走了啊！哎，不用惦记我啊！我回去了。小留神啊！哎，回去吧啊！哎，串门去啊！哎。东西放好了啊！哎，路上小心点，回去吧啊！那啥，那个完我们班通话，你去串门去啊！路上加小心。哎，回去吧，去啊！一定去啊！去串门啊！哎，路上小心，大娘。哎，我说你俩整的还挺客气啊，让你过去串门。怎么了？我的老家呢，在通化的乡下，也是沦陷区，叫满洲国。我知道。知道你还敢去？你是国军的上校，这个问题应该问你才对。答得好。哎，差不多就结了呗。
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件，让中国形势陡然变化。我们故事的主人公高志航，也由此走上了前台。来，我再提一杯。好。梁启超有句话，叫“片言之刺，皆是诗也”。藤野教官，来咱们笕桥教书一共5年07个月，那何止片言呢？啊，那是洋洋几十万言。来，藤野教官，这杯酒除了感谢啊，还希望你别忘了笕桥这帮弟子。一定。谢谢各位。首先，我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美意，谢谢。不过我还是想说，虽然只有1/8洗发之前，我就离开了奉天，但我的心情一点都没有轻松过。我记得我每次上讲台的时候，总能感受到一些敌意，尤其是最近这半年，我简直生不如死啊！这是我人生中从未有过的体验。在建教任教的几年来，我曾经有3次递交过辞呈，但始终都没有如愿过。现在终于好了，我总算可以逃脱这种梦魇般的生活了。来，谢谢大家。藤野教官，您的签约不是到明年6月份才到期吗？不瞒诸位，我这一次是被日本军部应召回国的。哎，我听说了，说日本在大规模扩军，有这事儿吧？是。很不幸的告诉大家，我们未来很可能很快在驻守，但不是在这个饭桌上，而是在天上。关于这一点，连你们的毛司令都没有怀疑过。行了，不说了，来。藤野教官，如果有一天我们相遇了，我是说在天上，我很不愿意看到这一天的到来。对我来说，中国空军是一支诱惑，刚刚从军，一想到我要亲手射杀自己的学生，我心里非常难受。不过我在课堂上说过很多次了，军人要各司其职，人要杀戮相逢，我不会手软，希望诸位也不要手软，好吗？爽快！我也给你撂句狠话啊！如果有一天你藤野教官死在弟子们的手里，我们会给予厚葬，以谢师生之谊。谢谢。哎，待会儿送藤野教官的时候你就不要去了，啊？为啥呀？军统的人给我指定了路线，我怀疑
他们想对藤野下手。人家是有合同的交换啊，你们这么干不怕惹麻烦呢？惹啥麻烦呢？军统人没那么傻，那上海黑帮多的是。哎呀，人家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呢。你那是迂腐，知道不？藤野教官是王牌飞行员，放了他等于放虎归山。那是以后的事。只要他还在这儿，那他就还是你我的教官，咱应该以礼待之。是我们的教官，那日本人礼遇过我们吗？反正我不想搞那些偷偷摸摸的事儿。你他妈要有能耐，你上天把人干下来。哎，那我怎么回军统的话？简单，就说高志航不同意啊，就说高志航想把藤野轮宽留下当个靶子。我除非见到委员长和周主任的手令，要不然谁也别想开他黑枪啊！咋回事啊？不该我事，我把你说的话给他们学了。他们咋说的？放弃。放屁！谁信呢？来，我来开。你啥意思啊？不相信我是不是？我不是不相信你啊，我是信不过军统那帮人。我也讨厌军统，可这次例外。那你想咋的？我不想咋地。如果你下命令，我可以亲自当杀手。有能耐在天上干他！我告诉你，你可别犯傻啊！把人给我带走。下来，走。想活命就照实说，怎么回事？我早就说过了，我放假回国的那一天，很可能遭到军队的黑枪。水谷准，日本人。あなたは私を知ってるんですか？写真で見ました。同じ日本人だろ。どうして俺を殺そうとしたんだ？なぜ？すみません、藤野さん。関東軍は家屋に集まりましたが、だがしっかりとした理由がありません。なぜあなたを選んだのかわからない。私が幸運だとでも言いたいのか？そうなのか？我々は天皇に尽くしてますが方法が違うんです。私が死んだら日本の内閣は南京の軍刀が私を暗殺したと、そういうのか？そうです。理屈が合います。南京の軍刀はあなたを暗殺つもりでした。でも計画は一時的に中止しました。だったら失敗したらどうするつもりなんだ？あ？だからバカお願いです。撃ってください。いいだろう。对不起，我太冲动了。走。上车。我们走。
高队长，很不幸的是，都按我想象的发生了。你为什么要杀人灭口？很明显，那个水谷准的雇主是日本人。军队的外围也有很多日本人。你别把屎盆子都往中国人头上扣！无论如何，我都必须跟你说一声，谢谢。用不着啊！我只希望你下次来中国的时候，不是以军人的身份。高队长，我想问你一句话：对你今天的行为，你会感到后悔吗？我指的是，刚才你们一路上对我的保护。也许吧，也许以后会。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在我转身的时候，你可以补我一枪，没有关系。你在激我？我不是在激你，是真心诚意的。你我都是军人，我觉得这是我报答国家最好的方式。也正好给你们日本制造一个侵华的口实。是的，如果济南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那一定要找个理由。这个理由一定是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遗憾的是，日本那个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呢。这也是那个水谷准跟你说的。高队长，如果我有幸死在你的枪口下，我这辈子不会有遗憾了，真的，拜托了。您找我？那个灯也是你放走的？嗯，我是代表校方送他上的船，怕他路上万一出了事儿，回头不好交代。交代？跟谁交代？跟日本内阁吗？哎，我搞不懂你在想什么哎！军统的一个完美计划，让你给搅局了。您先别着急啊，我也是在为您着想。您是我们检校的副校长，您手底下的外籍教官在回国路上出了事儿了，您能脱得了干系吗？你也学会撒谎了。就凭这件事，我可以定你一个亲日派。委员长和从前不一样了，他对亲日派是深恶痛绝。那我也是没办法。我们家里人除了我以外，都在王道乐赌场待着呢。您知道当王工农啥滋味吗？啊，孩子上学，他学的是日本话。我爹我妈出门见到日本鬼子，得给他鞠个躬。还有，人家抓劳工不叫做抓劳工，叫勤劳奉仕，好听吧？这个我不管，反正藤原龙开的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解释。作为一名中国军人，我讨厌偷鸡摸狗的事，有能耐堂堂正正杀鬼子。好，这是周主任签署的作战令，你看看吧。什么时候出发？随时待命。如果你认为有必要，我可以派一个轰炸机中队配属于你。用不着了，我喜欢吃独食。哎，我告诉你，这不是空对空。是您对霍克三不了解，霍克三是两用机型，下面是可以挂炸弹的。
我不了解。于不日内将出发执行特别任务。有迹象表明，抗日大战即将拉开帷幕。此为中华民族存亡续绝之关头，于抱定牺牲决心，不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故成功不必在矣。唐武不幸殉难，光如费心将小女转交我家人，于不甚感激。为军人者，为国家战亡死得其所，为至死不能以夫人相称，为此生一大憾事。但此为儿女私情，与国难相比，不足以挂齿。茶水。你等等，把这封信给我收好。等我出发之后，你要亲手交给叶小姐。是。来我这几年了？2年多了。时间过得挺快的。那可不。你听我说，如果我回不来，我的衣柜里有个皮箱子，里面有800大洋，你留100，给叶小姐200，剩下的给我家里人。你看长官，你又多想。你别打岔，我没说完呢。有粮的事儿信里都交代了，那2只狗，你喂顿饱饭，找个好人家。剩下吧。我们驱逐机第4大队将奉命执行一次突袭任务，行动代号“刑天计划”。你们看这儿，日本关东军航空兵在北中国有3个主要机场：热河的绥中机场、承德机场，还有辽西走廊的连山机场。我们此次行动的目标就是航程最远的连山机场，在那儿停着中岛91式战斗机28架，川崎87式轰炸机27架，还有88式侦察机2架。这些是日本关东军航空兵第10、第11、12、13个中队的全部架构。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飞机通通变成破铜烂铁。这次行动的风险是，一旦走漏风声，那3个机场的飞机会全部升空，到时候数量之比是我们的数目，你们能想象得到，那将是灭顶之灾。所以说隐蔽性是我们这次行动的重中之重。在整个飞行过程当中，任何一个战斗环节都要设置消音装置，包括低空飞行、夜间飞行以及恶劣环境下的飞行。我们的机群会临时停靠在北平的南苑、西苑2个机场，到时候冯玉祥会派出3个警备团，把所有的制高点以及重要关卡都会派兵把守。但即便是这样，我还是想提醒你们一句写封遗嘱，因为我不得不承认，我们是在和东方最强的空军进行抗衡，很有可能会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全体起立，立正。易小姐，可出来了。怎么了？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可得做好心理准备啊。什么事儿啊？长官写的遗嘱。不，他现在好好的，现在没事儿。那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听我说完，我们4大队要和鬼子接伙了，这可是保密的啊。长官写的遗嘱说不让我现在告诉你，
等他们出发以后再告诉你。易小姐，没事吧？你先走吧。你这是怎么了？妈，我决定了，我和高志航不能再这么下去了，你必须有个了断。这就对了，孩子。偌大个上海滩，优秀的男人如过江之鲫，他高志航算什么了？充其量是个兵头哎。可是我只喜欢高志航。我没听错吧？没听错。妈，我决定了，我要和高志航结婚。我已经想好了，如果你们反对的话，我就离开上海，去延安。你又拿这个吓唬妈？我没有吓唬你，我讨厌现在的生活，讨厌上海，讨厌被你们关在这里像个金丝鸟一样。我要去追求我自己的新生活。蝈蝈，在那长城脚下，在6月的黎明，你快叫大家醒来吧，蝴蝶要飞回来了。你发什么神经啊你？我没有发神经，这就是现在的我。我就搞不懂了，高志航是南京的人哎，南京是反对延安的呀。那是以前，现在朱德和周恩来要找蒋介石和谈呢。谈什么？联合抗日啊！哎呦，蒋介石曾经是上海的小瘪三，他的话你也信啊？张学良怎么样？老蒋答应他到了南京就放人家回去的，结果呢，判了10年哎。我相信高志航，他跟我说。他们马上就要开上去了，打日本。蓉儿，那是要死人的呀！我可不想我的女儿当寡妇。待命，待命！哎呀，闲的，他妈骗一串一串的。没准啊，是蒋委员长喝大了，把这茬给忘了。哎，你写遗嘱了没有？我家里就一哑巴弟弟，还不识字儿。学啥？有屁就放。说实话，碰过女人没有？去。你这是何必呢？我知道你放过话，你这不是跟自己较劲吗？没必要。听好了，我这是我自己惩罚自己。这东北要10年8年都收不回来呢。我还不信了，我就较这个劲了。哎，我跟你说，真没必要。我要是你啊，我现在就去南京，我找个漂亮的娘们儿，哪怕过过眼瘾，是不是？你别这么看着我。人大球他们全去过。好多兄弟都去过，没人笑话你，是吧？去过是吗？我踹死你！我有老婆，我现成的，我不用。那个，周队带回。找爸爸去吧。有良。来，上爸爸这儿来！哎，二闺女，来！哎呀，不是你怎么进来的啊？我是以有良妈妈身份来的。来，跟叔叔们打个招呼。哎，队长，是谁呀？我们都没见过。带回啊，赶紧带回。回来。
也咋的了？脸色这么难看的？我回不了家了。为啥呀？啊？这么多人看着，啊，换个地方聊吧。行，走。哎呀，比尔把你的遗嘱给我看了。来，帮我抱会儿孩子，帮您说说话啊。哎呀，你是为这事儿生气呢啊？至于要写遗嘱吗？打仗嘛，牺牲在所难免，很正常。那也不能都牺牲了吧，总得有人活着呀。是，如果活着的那个人是我，那就是我运气好啊。再说了，我写的它也不是遗书啊，那是战术啊。日本人瞧不起我们中国空军，老子不得给他死磕呀？你知道啥叫死磕吧？别生气了啊！来，喝口水。我想好了，我要和你结婚。你别逗我啊！别拿草棍撩着蛐蛐。谁逗你了？现在是正午2点1刻，还有不到3个小时时间准备。我们马上举行婚礼。就你一人啊？咱俩结婚有我还不够吗？你看，你不懂事了吧？结婚呢，那得双方父母都在，我爸我妈是肯定来不了的。但你爸你妈，你说是不是总得请一个过来呀？啊？实话告诉你吧，爸妈那关我没闯过去，现在就剩外公支持我了。那还真不行，你得赶紧回去听我的啊！不回去，回去听我的。干嘛听你的？你又不是我长官。行，你是我长官，行吧？啊？不是，我说你这人咋这么猴急呢？谁猴急了？你在遗书上，你在你信上怎么说的？啊？我的意思是说呢，咱俩不得结婚吗？结婚不得给你买身新衣服吗？是不是？咱俩是不是得拍个小照片？是不是得把房子给好好收拾收拾？要不然对你不公平。没什么不公平的，我要的特别简单，只要一张结婚证和一个简单的仪式，这样就够了。你能不能不耍小姐脾气啊？我这是军营，听我的，先回去，我还有军务。我不走。行，那我走。高志航，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了？啊？这不是有没有你的事儿。好，我答应你，我一定回来，好不好？一定。我告诉家里，我已经有了你的孩子了。哎呀，哎，这谎你咋能撒呢？我不想给自己留后路。那我不能不给你留条后路吧？啊？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万一啊，我只说万一。没有万一，没有万一，你不能不回来。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嘘，好了，别哭了啊。结婚吧，结了婚，你就没什么顾虑了，也不用担心孩子了。你说呢？结婚。下面本司仪宣布，高志航、叶文然结婚大典现在开始。有请新娘子出
心折腾，你看着吧，更狠的还在后面。想咋的？哎，我跟你说啊，你要想娶新娘子的话，必须得打败我们俩。哎，这边兄弟们，就你俩啊，跟我玩混的是吧？拿着。呀，使劲来啊！来，我呀，长官，对不起了啊。说好了只是俩人啊，这么大的事儿没我怎么行啊？长官，我们可是替你着想啊！你把我俩打败了，再把他打败了，叶小姐多有面子，是不是兄弟们？海文，加油！看你的了啊！海文，加油！你过来真的？你已经祸害过一个女人了，还想祸害第二个女人？一起！你小子跟我玩真的啊？不服得来啊！揍你了，怎么地吧？来！铁子，答应我件事儿，等到了北平，你要让我看一眼奶子。你说啥？你别忘了，你可发过毒誓啊！可是我发的誓是不赶走日本鬼子，我不娶你。这个不算。这一点，你写在遗嘱里了吧？太丢人了，我都28了。这个别人真帮不了你，只能靠你自己。啊！哎，你说这奶子得长成啥样？有人愿意嫁给我当老婆吗？我快被吓死了。把花拿来。来，兄弟们等着呢，是不是？是。哎，这样的啊，咱们替他叔叔给他鼓鼓掌，加油，好不好？好。计时，好不好？好。预备，1、2、3、4、5、6、7、8、9、10。我愿意给高志豪当老婆。全体起立！哈哈，立正！哦，这就是新娘。报告长官，上海人叶荣然。谢谢长官。你的情况高志航都跟我说了，请转告你的爸爸妈妈，我周志柔是你们婚礼的证婚人。哈，我还给你们带来了结婚证书。啊，祝贺你们！谢长官。下面有请周志柔将军致证婚词。4大队的官兵们，我周志柔今天的心情很特别啊。作为证婚人，我由衷的祝愿高志航、叶荣然新婚快乐。
但我也不得不说，你们很不幸，正赶上国家的危难之际。因此，今天的婚礼只能到此为止了。按蒋委员长部署的作战令，行天计划从今天晚上8点开始。新郎高志航，到！下面该你了。全体注意，出发！是。那我们怎么办？林儿，哎，带你嫂子和友良回家啊！不要，我要看你上飞机。马上走，滚蛋！快点，还愣着干什么？走啊！林儿，写信给我老家，告诉我爹我妈，这次老子要打回东北了。快快！单表一位德行孝带的名字签，孝子千4岁亡母，命凄惨呐。齐天论寄取李氏到家园，李氏女过门来，未到3年半。先后生闵华、闵文2个儿男，是专门唱给我听的。那是，这可是名段，鞭打芦花。接着唱。哎，表面看李氏夫人多么和善，岂不知口蜜腹剑，心不甜。好啊，李儿，长官不在，你气我是不是？不是，嫂子，我这不是唱歌给你解闷呢吗？你看看我都唱了半宿了，你也没乐一下。去睡吧。哦。我结婚了。天哪！你结婚了怎么不告诉我呀？啊？实在太仓促了，对不起。那你是不是想让我祝贺你啊？祝贺我吧。结婚当晚他就上了飞机，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你知道吗？他给我留了遗嘱。什么？遗嘱？你给我念念。为军人者，为国家战亡，死得其所；为之死，不能以夫人相称，乃此生一大憾事。但此为儿女私情，与国难相比。
不做挂齿。那你是不是后悔了？要不嫁给他，我才后悔呢。